在很多中国人眼里，圣经就是一本关于宗教迷信的书，里面有着一个外国人的菩萨，他就是上帝，然后发生了一大堆外国版的迷信故事，和我们没多大关系，也没什么兴趣了解。作为一个理科生，曾几何时我也这么认为，但当我真正深入了解了它，我才发现从前的我是多么的肤浅。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本书，圣经里讲的完全不是封建迷信，而是一部伟大史诗，是一场善与恶的漫长战役，是宇宙中最本质力量的终极对决。这场战争的起因是一群离家出走的孩子，人类，和一位伤透了心的父亲，宇宙的主宰，神。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漫长纠葛。为了挽回这群叛逆的孩子，这位宇宙的主宰最终不得不押上了他的一切。故事的起初平静而美好，没有冲突，没有丑陋和邪恶，只有亲密的关系。神创造了人，把人安置在伊甸园，并没有让人闲着，而是赋予了人极高的荣耀，让他修理看守这片天地。那时，工作不是劳役，而是一种和神一起创造美好的喜悦。但是，爱必须包含自主和选择。神留下那棵分别善恶树，不是小气不让人摘，而是为了确立界限。那是神在说：“我是创造者，我是善恶的定义者，你们是我造的，在我的框架下享受自由。”然而，古蛇欺骗了人类，说：“你们吃了那树的果子以后，眼睛就会明亮，像上帝一样懂得分辨善恶。”于是，罪就这样被引入了这个世界。罪的本质是，我们不满足于享受神的教导，我们想要篡位，主宰善恶的定义。随着神光芒的褪去，我们对自己说：“我不需要神告诉我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我要自己定义善恶。我觉得好的就是善，我觉得不爽的就是恶。我用圣人的逻辑审判别人，宽松的逻辑放过自己。”就在人吃下果子的那一刻，人选择了精神独立，和神的连接断了。灵性的死亡立刻来临，人类被逐出伊甸园，从此流离失所。既然人选择了离开，按理说故事该结束了。但旧约几千年的历史，其实只记录了一件事：神是如何悲伤地看着他深爱的孩子，在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。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作为全人类的样本，神赐给他们律法，给他们实践。这并不是为了刁难，而是一位父亲对离家出走的孩子最后的保护。孩子，别杀人，别奸淫，别拜假神，那样会毁了你。律法是一面镜子，也是一道护栏。但人类的回应是什么？如果你读旧约，你会看到一个令人窒息的循环：神施恩拯救，人发誓跟随，生活安逸了，人立刻背叛、违约，让自己陷入灾难，痛哭求救，神心软再次拯救，周而复始，几千年如一日。比如这边摩西还在山上领受诫命，山下的人就已经按捺不住，造了金牛犊去膜拜。再看看其他被拣选的英雄，大卫，那个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，在权力的巅峰，竟然抢了别人的妻子，还谋杀了她的丈夫。所罗门，那个拥有绝顶智慧、为神建造圣殿的王，晚年竟然带头去拜那些哑巴偶像。智慧救不了他，财富也救不了他。旧约用几千年的血泪史证明了一个绝望的事实：人类哪怕拥有神迹、拥有律法、拥有先知，也依然无法战胜内心的罪。只要人的心灵与圣灵隔绝，那注定是熵增，是毁灭。在几百年的忍耐和管教都无效后，神知道必须采用那个终极计划了。既然人类无法靠自己战胜罪，神决定亲自过去，化身为人，去帮他们。神脱下了荣耀，穿上了肉身，走进了我们这个充满了病毒、肮脏和罪恶的世界。耶稣来了，他带来了爱和真理。他不是来审判的，他是来寻亲的。他医治病人，赦免罪人，告诉人类：我爱你，我想带你回家。但人类给了他什么回报？是终极的背叛。人类集结了最高的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，联手判了他死刑。全人类在那一刻都对他投了反对票。那一刻，看起来一切都已经失败了。十字架竖起，天色昏暗，尘土与血混在一起，世界仿佛被抽走了最后一丝光。门徒逃散，盼望落空，连空气都像在低声哀悼，再也没有出路了。然而，正是在这被视为终局的黑暗中，神早已埋下了反转的伏笔。耶稣并非误入死亡，也不是被命运裹挟，他早就知道出卖、痛苦与十字架，却仍然一步步走向那里。
人以为他彻底失败了，神却在此展开救赎的序章。在黑暗中，神把本该倾倒在人类身上的愤怒，那些足以毁灭我们千万次的审判，由耶稣一人代为承受。这不是买单，而是替死。若拯救需要代价，若生命必须以生命偿还，那么这份代价便由他一人承担。审判没有取消，只是被转移；愤怒没有消失，只是被完全承受。所有本该落在我们身上的定罪，在他身上到了尽头，到此为止。3天后，坟墓空了，耶稣复活。这不仅是一个神迹，更是宇宙法则的结算。在那一刻，罪的债务被彻底清零，死亡对人类的终身禁锢被宣告无效。那条通往生命源头伊甸园的禁区，从此被他的宝血重新连接。他赢得了这场宇宙战役，却在永恒的身体上留下了永恒的残缺。他战胜了死亡，却没有抹去伤痕。那些留下的印记，正是他爱人类的证明。耶稣应许人类，他会回来的。时光飞速来到现代，虽然神赢了决定性的一战，但人类依然在制造地狱。看看今天的世界吧，我们的科学在进步，技术在发展，但人类的战争风险在加大，文明和野蛮的决裂必不可免。邪恶轴心在蠢蠢欲动，世界秩序在崩塌。神被人逐渐遗忘，人的心被世俗化的种种填满，却找不到人生的意义。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，没有神的爱，人类只会互相吞噬，滑向永恒的虚无。当他再次君临天下，那时他不再是替罪的羔羊，而是审判的狮子；不再是骑着驴，而是驾着云。那一天，所有的账单都要结清，所有的罪恶、战争、不公和所有被掩盖的真相都要在光中显露。这叫做公义。对于那些坚持我自己定义善恶的人，神最后给予他们的是对他们自由意志的彻底尊重，让他们永远与神隔绝。而对于那些愿意回家的人，神要亲自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，不再有疼痛。那个曾经心碎的父亲，终于找回了他的孩子。伊甸园不仅被恢复，而且被升华了。这就是圣经讲的故事，不是为了让你拜阳菩萨，而是为了修复你生命中的那个致命 bug。神已经铺好了路，但他依然把选择权交给了你。你是选择继续在最终流浪，还是抓住这只为你流血的手？请看着他的眼睛，这不仅仅是真理的感召，这是爱的祈求。从伊甸园到骷髅地，跨越几千年，他一直在追，在等，在呼唤。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只为了换回你的心，把你带回家。他爱你，爱到愿意为你舍命。如今，深渊已经被他跨越。孩子，回家吧。